我怎么看，他都像个穷子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55岁美国典型家庭到底有多少钱？65岁真正退休时呢？75岁之后还剩下多少？更关键的问题是，如果你以为百万退休阶层已经很普遍，那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，真正拥有投资型百万的退休家庭，可能连1/10都不到。而拥有千万级退休账户的家庭，在美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。今天我们用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把美国退休阶层的真实财富结构一层一层的拆开。听完这期视频，你可能会重新定义什么叫退休的安全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很多人喜欢问，比如55岁平均有多少的退休储蓄？但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平均数 average， 而是你在整个分布中的位置。讨论美国典型家庭如果使用平均值，很容易被误导，因为它会被极少数账户余额巨大的人拉高。举个直观的例子，5个朋友去吃饭，4个人点了$20的餐，只有1个人点了$420的酒，平均每个人$100，但这根本不代表多数人吃了多少。所以中位数 median 会更贴近真实的情况，也就是一半人比他多，一半人比他少。在财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，中位数往往更能反映多数人的正常水平。首先，为了给大家一个基准，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典型退休家庭到底有多少钱。我们先从第一张表开始，55岁到64岁，美国典型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是36万美金，65到74岁上升到大约41万美金，75岁以上又回落到33万美金左右。这其实很符合一个资产生命周期的逻辑，退休前是资产积累的高点，刚退休时达到峰值，进入后期开始缓慢消耗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关键词，刚才提到的中位数，不是平均数。中位数的意思是一半家庭比这个多，一半家庭比这个少。所以当我们说美国退休家庭净资产40万美金左右的时候，你要意识到的是，这不是平均富裕，这是中位数。这意味着有一半家庭比这个还低，但是这还是考虑了所有的账面净资产。如果要问真正能用的资金是多少，那我们就要把自住房拿掉了，因为自住房是固定资产，而不是流动资产，不产生日常生活的现金流。我们来看第二张表，去掉自住房后，净资产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55到64岁，36万里面真正的可流动资产大约只剩14万。65到74岁大约剩下了20万，75岁以后大约剩下了15万。这一步是关键认知切换，很多人会开始意识到净资产并不等于可支配的财富。美国退休家庭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住房，但房子不是现金流。所以如果你问典型美国家庭退休时有多少真正的可流动资产，答案是15万到20万之间。按4%提取法则，一年能产生6000到8000美金的现金流，换算成每个月大概是500到670美金，这还没有扣税。也就是说，典型退休家庭真正依靠资产产生的投资型现金流，每月大概只有500到670美金。注意，这还没有扣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社安金、没有养老金、没有额外的收入，仅靠资产生活，很多家庭的投资现金流甚至覆盖不了1个月的医疗保险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张表，关于资产结构，也就是各类资产在总净资产中的占比。55到64岁的家庭，大约60%的净资产在自住房里面，28%在退休账户，金融资产大概9%，企业股权大概3%。也就是说，在退休前夕，美国典型家庭其实是自住房主导的资产结构。到了65到74岁，自住房占比下降到50%，退休账户上升到35%。到了75岁以上，退休账户占比下降到了25%，金融资产占比略微提高到了15%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耗结构，退休账户在消耗，现金和金融资产比例提高，风险偏好下降。
前面这3张表放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。第一，典型退休家庭净资产并不高，中位数只有40万美金左右。第二，真正的可流动资产只有15到20万美金的水平。第三，资产高度集中在自住房，而不是现金流资产。这意味着大部分退休家庭是有一定资产的，但是并不能产生充裕的现金流去支持生活，最多只是辅助作用。如果市场波动，如果医疗支出上升，如果通胀持续，缓冲空间其实并不大。这就是退休结构的第一层真相。很多人以为每个退休家庭都应该有退休账户吧？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表，讲的是有多少家庭真正参与了这些资产类别。先看退休账户，55到64岁只有57%的家庭有退休账户，也就是说，接近一半的家庭在退休前夕根本没有持续型的退休账户。到了65至74岁，这个比例下降到51%，75岁以上只剩42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超过一半的75岁以上的家庭并没有退休账户资产。那他们是依靠什么呢？基本是社安金、养老金或者把房子套现，这是一种被动型的退休结构。我们再看股票和基金，55到64岁有股票和基金的家庭占59%，65到74岁占比56%，75岁以上占比49%。这个数字比很多人想象的低。换句话说，哪怕是在退休前夕，也有40%的家庭根本没有参与资本市场。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复利并不是全民的红利，而是一个参与性的红利。我们再看投资房，55到64岁的家庭大约有18%持有投资房，65到74岁19%，75岁以上16%。这个数字其实很稳定，说明投资房并不是主流资产路径，而是少数的路径。我们再看企业股权，在55到64岁的家庭中，大约有15%到20%的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企业股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大型的企业，更多的是小型的自雇、家庭公司或者是部分股权。真正高价值的企业资产集中在极少数的家庭里边，比如前1%到3%。我们还会看到年龄越大，持有率越低，从19%降到了14%，再到9%。这个趋势其实非常合理，因为很多人退休前卖掉生意，或者逐步退出经营，或者转为现金资产。这张表真正传达的不是比例，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现实。第一，退休账户不是全民标配；第二，股票投资不是全民参与；第三，企业资产是阶层分化的资产；第四，美国的资产社会其实参与率远没有想象中的高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讲有多少家庭进入百万、千万阶层时，你会意识到这不是均匀分布，而是参与分布。资产阶层首先是参与差距，然后才是规模差距。那么如果参与本身就不均匀，净资产阶层分布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刚才我们讲的是中位数和典型的中位家庭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在不同的年龄段有多少的退休家庭真正进入了100万、200万、500万甚至1000万的净资产阶层。我们可以简单这么理解，净资产超过了100万属于资产基础层，200万属于安全缓冲层，500万属于高自由层，1000万属于资本阶层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张表，这是总净资产的分布。55到64岁，净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占25%，也就是说大约1/4。超过200万的家庭占比13%，超过500万占5%，超过1000万占0.8%，不到1%。到了65到74岁，净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比例上升到27%，超过200万的家庭占15%，超过500万占6%，超过1000万刚好1%。也就是说，在最典型的退休年龄阶段，进入1000万净资产的家庭大约1%。75岁以后，净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比例下降到20%，200万下降到10%，500万下降到4%，
，1000万下降到 0.6%， 但这只是含有自住房净值的账面净资产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张表，把自住房净值从总净资产里去掉，55到64岁净资产超过100万的退休家庭比例从 25% 直接掉到了 8%， 净资产超过200万的退休家庭比例从 13% 掉到了 3%， 净资产超过500万的退休家庭比例从 5% 掉到了 1%，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退休家庭几乎消失，低于 0.5%。到65至74岁这个典型的退休年龄段，去掉自住房净值后，比例同样是大幅下降。净资产超过100万的退休家庭大约是 10%， 净资产超过200万的退休家庭大约 4%， 净资产超过500万的退休家庭大约 1%，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退休家庭大约 0.5%。 到75岁以上，净资产超过100万的退休家庭大约只有 6%，净资产超过200万的大约 2%， 净资产超过500万的大约不到 1%，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大约不到 0.3%。 整体而言，如果不算自住房，真正的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的退休家庭从 25% 掉到了 8%， 只剩个位数的比例，超过500万的退休家庭接近消失，千万阶层几乎不存在。这张表说明什么？说明美国所谓的百万家庭很大一部分是自住房驱动型的百万。那如果我们只看专门为退休准备的所有退休账户余额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下面我们来到第三张表，55到64岁退休账户总余额达到100万的家庭只有 4% 到 5%， 200万大约 1%， 500万低于 0.2%， 1000万低于 0.05%，也就是低于5%。换句话说，1万个退休家庭里可能只有不到5个，几乎可以忽略。65到74岁退休账户超过100万的家庭比例大约是 6%， 200万约 1%， 500万低于 0.3%， 1000万仍然低于5%。75岁以上退休账户100万的比例下降到 2% 到 3%， 500万和1000万级接近于0。这三张表连在一起，其实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：第一，账面净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大约1/4；第二，去掉房子后净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比例只剩个位数；第三层，如果只看退休账户，超过100万的家庭比例只有 5% 左右，达到1000万级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意识到，真正的阶层差距从来不在有没有100万，而在你的100万是房产型100万，还是投资型100万，还是持续现金流100万。同样是100万，安全级别完全不同。现在我们把今天的故事串起来，美国典型的退休家庭净资产大约40万，真正可流动资产大约15到20万，账面100万家庭大约1/4，500万以上只剩 5%，1000万以上不到 1%。如果去掉房子，100万阶层瞬间坍缩。如果只看退休账户，1000万级几乎消失。这意味着退休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有没有达到平均数，而是你的资产结构属于哪个阶层，是账面资产型还是现金流资产型，是房产型安全感还是可持续提款型安全感。真正的差距不在100万，而在结构。但光看结构还不够，我们还必须问3个更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退休后你每个月到底要花多少钱？很多人从来没有认真算过，住房、食物、保险、医疗、旅行、兴趣爱好、子女支持，别忘了一个隐形的大头——税。支出这一步是大家最不愿面对的，但它是整个退休方程式的起点。你不可能信任一个不记账、不算成本的企业，同样，你的个人财务也不应该靠感觉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有多少保证的收入？社安金、养老金、租金、年金，这些收入是否稳定？是否随着通胀而调整？是否会被征税？很多退休家庭之所以看起来还可以，不是因为资产多，而是因为保证收入覆盖了大部分的支出。这一步是安全垫。第三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，你的资产能不能稳定的、可持续的补上剩余的缺口？这时候提款率才有意义，不是盲目的4%，
而是根据你的风险承受能力、资产组合结构、税后的现金流需求，甚至市场的波动来动态的调整。比如在市场好的时候多提一点，在市场差的时候主动收缩。退休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，它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真正的结论不是焦虑的数据，而是坐标数据，也不是比较，而是判断。那么你现在在哪一层，想去哪里？你的资产和现金流的结构能否支撑你的生活方式？这才是阶层的本质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请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账面数字上，还是建立在现金流的结构上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